別人我不知道，但我們這些愛打遊戲的特別愛亂動，甚至還有各種姿勢。不知道你們都是怎麼挑選椅子的？反正最後這個腰坐久都不是很舒服。所以今天我想把它介紹給大家，具備仿生外骨骼的动態人机工學椅。聽起來陌生很正常啦，幾個月前我跟你們也一樣，它可以透過電機支撐、各種角度調節，還有電動脊椎拉伸放鬆。你想想哦，如果讓你的腰採取電動形式，不論你的脊椎長怎麼樣，都會去自動追蹤你的腰。還有椅墊悶熱的話，加上風扇散熱系統，以及坐久後再來點按摩，你覺得可行嗎？Hello， 各位，我是高雅子，它是 LivaNova 開發的 Omni Pro， 這次是最新的 Pro 版本。之前一代我有拍過短影音，而 Pro 版本的顏色差別從原本類似月岩灰的灰色，變成偏向古白的白色。如果你也做過一代，後續你也能聽聽看 Pro 到底升級了什麼。這次會好好介紹椅子，還有告訴大家兩代的差異。回到椅子的最大特色，我們先假設正坐的時候，一般工學椅在正坐時都能夠讓大腿、手臂平行於地面，這樣你的背部就有足夠的支撐嘛。再強點的話，脖子可以在頸枕上靠着，讓你的眼睛看螢幕也能保持水平線。但是當後仰角度越來越大同時，各個部位的支撐就開始變形，可能手摸不到鍵盤，腳需要墊高，脖子需要往前等等情況。只要這樣長期下來，某個部位就會痠痛。而 LivaNova 的動態人機工學椅就是改善這點，從105度躺到160度，眼睛都能盯着螢幕，手也牢牢的靠在扶手上。當你後仰同時，扶手、椅背、頸枕，甚至到坐墊都會跟着聯動，這叫做全息隨動系統。尤其躺到160度，頸枕部分的聯動就能讓你不用看着天花板，也可以繼續看着螢幕。而且 Pro 版本啊，真的是發揮創意腦袋哦，把調節旋鈕提升到5段調節。第一段105度就是做最正的檔位，認真打遊戲或打稿，我就會開這個檔位。第二段和第三段分別是115度和125度，也就是身體向後靠、微微後傾的角度。看影片或者比較輕鬆遊戲類型啊，微微的向後靠是真的很舒服。同時也是 Pro 版在椅背後仰角度的新升級，像上一代的第二段直接是120度，如果只是想微微的向後傾，就有點太多。現在中間多加了115度，像在尋找拍攝靈感或是剪輯影片，比較需要進入心流的工作，就很適合這個角度了。另外 Pro 版還有做升級的，就是125度，比起前一代的120度多給5度。有時候工作中的小休息或是看書閱讀，這邊就剛剛好啊，補足工作與休息之間的界限。而第四段130度和第五段160度，基本上就是半躺着看電影或平躺放鬆的最佳角度了。再來，我們看向頸枕，不只支援上下和俯仰角度，也支援前後。數據我就貼在畫面上給各位參考。而手托角度也支援內外、俯仰還有前後，其中4個按鈕分別有不同功能。首先是箭頭按鈕，可以分別調節電機動力柱的前後長度，可以調整看看，來找到你最舒服的支撐角度。後續自動椎腰就是在這個基礎上，隨着你的動作去做微幅的調整，讓你的腰一直都能靠着。而且我覺得當動力柱能夠穩穩的靠着，對於我駝背前傾的幾率也降低不少，會想要往後一點點，讓腰更加舒服。再來前面說到的支撐同時啊，我們再加上按摩，声音波形圖案的按鈕 Omni Stretch 在休息的時候打開，可以讓腰在反覆拉伸的同時，像按摩般疏解腰背疲勞。推薦躺到最低160度的時候開起來哦，休息順便拉伸一下，還挺舒服。再來右手下方有2個撥桿，能夠調整座椅高度，還有往後仰的力度。座椅高度最大可調整至11.2公分，基本上大部分的身高範圍都可以涵蓋到。而調節旋鈕則可以轉動調節緊度，調得越緊，你往後靠需要花的力氣就越多。影片看到這邊，相信有不少觀眾已經能理解動態人機工學椅的特色了，機械聯動和各種可調節選項。如果單看其中一項啊，其實很多家都有，但兩者同時都有真的很少。LivaNova 直接做了一整套，包含椅背、滑軌和連桿等等的聯動結構，目標啊就是要讓你坐得更久，躺得更久，非常推薦各位試試看。再來是坐墊 ，Omni Pro 坐上的第一個感受是一種被包裹的感覺，更深的坐深也意味着大腿能有更多空間放在椅墊上，來分擔身體更多壓力。也因為這樣啦，才帶到我前面說到的包裹感。椅面的網布材質從原本綿如的觸感升級成更加透氣的材質。如果你是比較怕坐墊悶熱或者大體重的人來說，體感會更加明顯。那講到坐墊，也該說說 Pro 版本的最大升級，左邊手托最旁邊有個風扇符號的按鈕，叫做 Airflow 主動式風扇散熱系統。官方號稱轉速高達4000 RPM 的吸入式離心風扇。以往比較一般的椅子啊，都是用吹風的方式來散熱，像 Omni Pro 這種吸風式的設計，通常只有在高級的汽車座椅才有。同時啊，會直接用上噴霧機啦，不開通風和開通風的效果，從畫面上的對比下來還是差不少哦。而且要讓吸風穿透這麼大的海綿 ，LivaNova 真的很厲
厲害。總共有2檔風量選擇，我習慣是夏天冷氣房開低風量，天氣沒有熱到需要開冷氣，但屁股有點悶熱的時候，我就會開高風量模式。同時，我們也實測一下溫度的變化。實測在26度的冷氣房未開啟散熱風扇的狀態下，椅墊的溫度是30.8度，坐上1小時之後，溫度來到了34.5度。這時候開啟散熱風扇，10分鐘後溫度降到了28.4度。整體散熱風扇功能除了使用上不錯以外，數據上也是表現很不錯，以及最棒的是離座感應，上個廁所或裝個水就自動關閉了，這點真的很棒。不過說到這邊啊，你肯定會好奇哦，各種電動功能啊，包含現在的主動風扇散熱，續航到底多少呢？我們實測後開啟低風量模式，可以持續到10小時。最後就是椅子的最下方全新升級的一體壓铸鋁合金椅腳，簡單來說啦，強度更高，更不怕壓。而底部的精研 PU 滾輪，這些也都是比較高端椅子的標配。Liber Novo 一樣都有做出水準，我們直接聽可能不太準，所以我們拿出一般滾輪的推車比較一下。其實拿出来对比就很明顯了，不用在地毯上，甚至在瓷磚地這種有高低差的地面滑行也沒什麼聲音，所以完全不用擔心半夜吵到家人。如果真的還是會有一點，那就再加個地毯，就是超級靜音了。額外再說 ，Liber Novo 這次跟上一代一樣有做腳托，並且還多了增高的配件，用來適配各種人群，有上下部分可以墊腳。我覺得除了平常使用以外，放在公司午休使用也蠻不錯。以上是 Liber Novo Omni Pro 動態人機工學椅完整的開箱給大家，也回答開頭說的，它真的可行嗎？從一代大膽的設計理念到 Pro 版本的進化，讓這張椅子能適用更多不同身高和體重的人們，同時也代表着設計團隊啊是真的有在做椅子啊，它真的可行，是一款很有潛力的椅子。很榮幸也很開心啊，目前在台灣已經有完整的官方代理，大家有興趣的啊，關注資訊欄，有其他疑問的下方留言，每則留言我都會親自看過，不一定會回復。我是高阿子，如果喜歡乖乖開箱系列，記得點個讚，熱推出去，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。感謝你看到最後，我們下次見嘍，拜拜。Hands in that Bible, bitch, I'm next in line for that title. A nigga had nothing to do, I was idle. When was in the studio with Tiger. No, but climbing high, we ain't on